只是触碰了一块古老的石头，竟从1945年的现代瞬间穿越到1743年的苏格兰古代。作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，克莱尔立刻被残暴的英格兰军官认定为间谍，迎来了第一次生死的抉择，而唯一的活路竟是要她嫁给一个200年前的陌生男子。可她不知道，现代时空的丈夫正疯狂寻找她的踪迹，在生存与爱情之间，她将如何决断？大家好，我是景荣，今天要讲的是一部融合了穿越、爱情、冒险的神剧《古战场传奇》。我们将追随克莱尔的足迹，看一个现代女性如何在蛮荒的时代用智慧和尊严杀出一条血路，更在身不由己的命运里谱写了超越时空的生死恋歌，在绝望之地重写命运的序章。若换作是你，你能否以智慧与信念在黑暗里活出光来的模样？然而，传奇的序幕往往始于最深的绝望。克莱尔上回逃跑失败后，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烂在地牢里了。就在希望湮灭时，杜格尔突然造访，他为克莱尔在狩猎中救助乔迪一事特意前来致谢。为表感激，他决定带他离开囚室，随队前往领地征收租税，这让克莱尔重燃了返回巨石阵的希望。但你以为他能轻易逃脱吗？然而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同行的战士们把他当作空气，用下流的笑话和半生不熟的食物羞辱他，用他听不懂的盖尔语排挤他。唯有心思细腻的杰米递来的一块面饼，给了他一丝来之不易的温暖。但这短暂的善意并未驱散他周遭的寒意。他不知道，所有的排挤都源于一个身份，他仍是那个未被洗清嫌疑的英格兰间谍。白天，杜格尔带着人在领地上挨家挨户收租，苏格兰民众有粮交粮，无粮的用猪仔鸡鸭抵税。若实在困难，杜格尔也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，多少会给些接济。等到夜晚，酒馆烛光下人群聚集，杰米脱下衣衫，露出满背狰狞的鞭痕，这都是暴虐的英格兰队长黑杰克留下的印记。杜格尔利用这些触目惊心的伤疤，不仅为了激起对英格兰人的仇恨，更是为詹姆斯党起义筹募军费，一心要推翻远方那位新教徒国王。克莱尔清楚记得，现代的丈夫弗兰克说过，这场起义终将失败，并将导致数千高地的勇士丧生。作为来自未来的穿越者，他知道历史的终点，却无法改变任何人的起点。他不忍心看着这么多生命走向屠场，于是鼓起勇气把真相悄悄告诉了会计。可谁会相信一个女子的预言，反而却遭到杜格尔严厉的警告，若再散播动摇军心的言论，必将严惩不贷。然而命运的齿轮总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陡然转动。恰在此时，他们遇上一队巡逻的英格兰士兵。身为英格兰人的克莱尔却与苏格兰人同行，士兵怀疑他被劫持，让克莱尔看到逃生的曙光。同时，士兵带来了指挥官的口信，邀请克莱尔前往前方小镇的旅馆会谈。克莱尔欣然同意，但杜格尔不放心，执意同行。这是克莱尔穿越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被同情与尊重，仿佛重获自由，却不知他正步入致命的陷阱。而当旅馆的门在他身后关上，那个转过身来的指挥官让克莱尔的血液瞬间冻结，他竟是残暴的黑杰克。克莱尔穿越出狱的追杀者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可此刻他想逃，为时已晚。黑杰克逼问克莱尔的真实身份，咬定他是苏格兰间谍，便对克莱尔进行侮辱和折磨。这一拳彻底将他所熟悉的现代文明准则砸得粉碎，他赤裸裸地被抛入了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。就在他的尊严与肉体即将被彻底碾碎之际，房门被猛地撞开，杜格尔破门而入，他扶起奄奄一息的克莱尔，准备将他带走。英格兰士兵持枪前来阻拦，杜格尔厉声警告黑杰克，这里是麦肯齐家族的领地，除非他想在此挑起战争。黑杰克不愿事态扩大，最终勉强退让一步，却布下更阴毒的杀局。他要求杜格尔在次日黄昏前将克莱尔押送到威廉堡监狱，否则整个麦肯齐家族都将以包庇罪论处，面临全军追捕甚至死刑。这分明是个无解的死局，看来黑杰克铁了心要取克莱尔的性命。杜格尔急忙带着他撤离小镇，为破死局，他献上险招，要让克莱尔变成苏格兰的子民，这样就能合法拒绝交人，而唯一的捷径就是嫁给高地的男子。克莱尔当场拒绝这个荒唐的提议，误以为要自己嫁给杜格尔，谁知对象是年轻的小伙杰米。尽管对方爽快答应，克莱尔却顾虑自己年长又曾婚配，但这些杰米全不在意。其实他也是个逃犯，真是命运弄人。本想穿越回现代寻找丈夫的克莱尔，不仅归途无望，如今为了活命，不得不在18世纪的苏格兰再度披上嫁衣，
然而，这身嫁衣并非屈服于命运的白旗，而是他在绝境中亲手为自己穿上的复活甲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两个相隔200年的灵魂，竟在古老的苏格兰高地书写下传奇的恋歌。而现代时空中的丈夫弗兰克正不惜重金悬赏寻找她，同时警方搜遍荒野，始终未见克莱尔的踪影。与此同时，命运的丝线也开始为杰米牵动。就在这天，他遇见一位老朋友，对方竟给他带来一个惊天的喜讯：背负了多年杀人的罪名，终于有望洗清。原来，当年杰米从威廉堡监狱逃脱时，一名叫罗克的英格兰士兵目睹了全程，他看见了真正杀死警卫的凶手。杰米决定找到这个人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而现代的丈夫弗兰克的搜寻已陷入绝望。就在他即将放弃时，一个关于克雷尼顿石阵能开启时空之门的古老传说被提及。那些矗立千年的巨石汇聚天地灵气，在特定时刻能开启时空之门，而克莱尔消失之地正是这片神秘的石阵。歌谣记载，每位穿越者际遇各不相同，但多数人最终都重返故土。弗兰克虽然对这个荒诞的传说嗤之以鼻，但他还是决定前去一探究竟。杜格尔带领小队出发寻找罗克，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，众人却担心其中有诈。考虑到克莱尔的安全，杰米安排他与一名士兵在原地等候。临别前，杰米反复叮嘱，要克莱尔务必留在原地，千万不要独自行动。然而，命运的召唤有时会压过一切理性的承诺。在焦急的等待中，陪同的战士突然需要处理私事，克莱尔信步走向树林深处。就在这看似不经意的闲逛中，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一瞥。那座让他朝思暮想的克雷尼顿巨石阵竟赫然出现在视野尽头。只要触摸它，他就能回到熟悉的20世纪，回到丈夫弗兰克的怀抱。这一刻，他站在了2个时代的十字路口，一边是责任与承诺的现代婚姻，另一边是18世纪已经萌芽的牵挂与情愫。最终回归的渴望如海啸般席卷了一切。克莱尔提起裙摆，用尽全身力气奔向石阵，奔向那近在咫尺的希望。而另一个时空的弗兰克也正站在冰冷的巨石阵前，他环顾四周，这里与传说中神秘莫测的形象相去甚远，唯有失去爱妻的蚀骨之痛真实不虚。巨大的悲伤击垮了他，他对着沉默的巨石发出了源自灵魂深处的呼唤。这声饱含思念的声音竟穿透了200年的时空壁垒，清晰地传入了正在奔跑的克莱尔耳中。那声音如同利刃，瞬间刺穿了他的心脏。他用尽生命的力量回应。弗兰克仿佛听到了那个朝思暮想的声音，猛地转身，却只见空山寂寂。当克莱尔的指尖距离巨石阵只差0.01公分，一队英格兰士兵粗暴地抓住了他，硬生生地将他从希望的边缘拽离。那扇通往未来的门在他指尖前轰然关闭。然而，这彻底的绝望或许正逼迫着他迎来真正的重生。克莱尔的声音随之在巨石阵前消散。弗兰克以为这只是过度思念产生的幻听，带着更深的落寞转身离去。希望曾如星火般闪烁了一瞬，便彻底沉入时间的深渊。与此同时，杰米终于见到了关键的证人罗克。真相令他心寒，杀害警卫的真凶正是黑杰克本人。洗刷冤屈的希望，如同克莱尔归家的梦想，在触手可及的瞬间再次化为冰冷的泡影。然而杰米还不知道，他心系的克莱尔已身陷囹圄。此刻的克莱尔已被英格兰士兵押送至那座令人闻风丧胆的威廉堡，但等待他的并非潮湿的地牢，而是更为险恶的命运。黑杰克之所以不肯放过他，是为了揭开他身上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克莱尔急中生智，让他去问桑德林汉姆公爵。黑杰克听后大吃一惊，他的剧烈反应恰好印证了弗兰克的推测。这个暴虐的军官之所以能无法无天，正是因为有顶级权贵在背后撑腰。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推断，这位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桑德林汉姆公爵。权力顶层的纵容，永远是底层暴行滋生的温床。克莱尔顺势而为，谎称自己同是为公爵效命，但他低估了对手的狡诈。黑杰克突然问起是否见过公爵夫人，克莱尔谎称尚未有幸见面，但常与夫人书信往来，却不知公爵终身未娶。这个致命的漏洞让他瞬间暴露。克莱尔想逃，却为时已晚，他的双手被黑杰克粗暴地捆绑。此时克莱尔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。黑杰克用利刃逼问他的真实身份，说罢还残忍地撕开了他的衣襟。然而就在尊严即将碎裂的悬崖边，杰米如神兵天降，举枪破窗而入。他不是踩着七彩祥云的童话王子，而是从地狱边缘爬回，是要守护他的骑士。面对举枪的杰米，黑杰克丝毫不惧，直接将克莱尔拦在胸前，充当肉盾。
并且嚣张地警告杰米，如果开枪就会惊动整个城堡的卫兵，到时两人都将插翅难飞。杰米也担心误伤到克莱尔，只得被迫将火枪放在桌上，眼睁睁看着黑杰克夺走武器。彻底掌控局面的恶魔更加猖狂，竟想当着杰米的面前羞辱克莱尔。然而他扣动扳机，只听咔嗒一声空响，枪里没有子弹。怒不可遏的杰米如同被激怒的雄狮，瞬间扑上前，将黑杰克狠狠揍倒在地。他拉起惊魂未定的克莱尔，夺门而逃，可刚至楼梯，就与巡逻的卫兵撞个正着。刺耳的警钟瞬间撕裂夜空，无数支火枪从四面八方对准了他们，生死仅在呼吸之间。突然，城墙下传来一声震天巨响，火光冲天而起，卫兵们被炸得人仰马翻。杰米趁机拉着克莱尔从城堡高处跃下，这一跃不仅是绝境求生，更是将两个孤独的灵魂彻底融入，从名义上的夫妻，真正成为生死与共的命定之人。杰米能及时救出克莱尔，绝非一人之功，多亏了杜格尔和族人们的拼死相助。当得知克莱尔被英军抓走后，他们立刻策马扬鞭，全力追击。深夜，一行人借着夜幕的掩护，悄无声息地潜入威廉堡监狱。杰米趁机摸进城堡救人，其他人则在墙根下埋好火药策应。正是凭借这样天衣无缝的配合，才将克莱尔从魔爪中平安救出。然而，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，他们夜闯军事重地，无疑是在向英格兰宣战，必将遭到英格兰全军的通缉。如今，为了救克莱尔，全员都成了逃犯。晚餐时，克莱尔向众人致谢，却无人愿意回应他的感激，他只得默默起身上楼，独自舔伤。Does not understand what she nearly cost us. Right. And she needs to. 深夜，杰米回房后决定必须执行家规，依照族训，让全员涉嫌者当受割耳或鞭刑，虽不知者不罪，但鞭责难免。克莱尔原以为只是玩笑，直到杰米解下皮带。What do you mean? Well, you know fine well what it. I would do no such thing. Now, Claire. Not let me whip me. What? That's what That's getting on with it. Seems so. That is his duty. 他奋力反抗，却难敌对手，最终还是受了责罚。第二天，克莱尔疼得难以安坐。Come and have a seat here next to me, lassie. No, thank you. I'll stand. 其实杰米也心痛不已，他用这样的方式维护了族规的尊严。众人见状，也便一笑泯恩仇。这场风波总算尘埃落定。而回过头看，这场看似不近人情的家规，竟是克莱尔被这个宗族社会所接纳的一场残酷的成人礼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是需要被警惕的外来者，而是与他们血脉相连的自己人。他在苏格兰高地的挣扎与蜕变，何尝不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？当我们被扔进全新的环境，面对身份转换或生活危机，何尝不是在经历自己的时空穿越？克莱尔最打动我们的地方在于，即便被现实一次次击倒，他从未放弃站起来的勇气。为了活下去，他可以暂时低头，却始终没有丢掉真实的自己。而他与杰米在风暴中的相守，从一纸婚约到生死不渝，更让我们相信真爱的力量。那个曾在命运拳脚下蜷缩的身影，最终在烈焰与波涛中涅槃重生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最强大的力量，正是在狂风暴雨中依然能保持内心的温柔、尊严和去爱的勇气。无论你正身处怎样的困境，愿你能像克莱尔一样，在绝境中守住心中的火苗，在妥协时坚守自己的底线，在黑暗里依然能听见内心的召唤，并为之勇敢前行，因为这正是照亮我们前行之路的永不熄灭的光芒。好了，我是景荣，如果喜欢记得点赞，咱们下期见。